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聊两句这个美国房地产的消息啊。这个现在啊，这个 Redfin 那网站，也就是叫红粉吧，那个网站，最新的这个数据出来说，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在房子的这个挂牌量啊是个急增啊，涨了13%啊，已经达到了这个最近3年的新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多人开始把自己的房子啊，美国啊，把自己的房子挂出去开始开卖了。这个是一个什么信号呢？就是说很多人要不要套现，或者呢他们要换房。那么美联储呢最近也要说今年要降息，要降到6%多。那么呢很多人呢也是要开始想，我估计是要准备换房了，换房或者是要改善居住，所以他们开始抛售自己的房产了。还有一个消息呢，就是德克萨斯州现在的房屋销售成了近7年最低啊，德克萨斯州。那么我在的这个佛罗里达州呢，它的这个挂牌量是领涨全美，整个美国挂牌量达到了涨了30%多，是遥遥领先第一。也就是说，佛罗里达州很多人要卖房子，德克萨斯州7年以来销售率最低。这两个数字表明什么呢？表明美国房地产确实出了问题了。因为自从疫情开始啊，美国的这个它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房价一直蹭蹭的往上涨，每年呢大概有6.6%的增幅，啊，这涨得也是相当迅速了。那房价的上涨呢，大家也要知道啊，房价上涨，你的其他价格也在上涨，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屋保险，你的这个房地产税、物业费，根据你的房屋的估值，一直是会往上持续上涨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已经开始负担不起了，因为它房价涨得很快，你的收入涨得并跟不上那个房价，所以很多人负担不起养房了。他负担不起养房了，就开始卖了。那么现在美国房价涨得这么快，大家会问什么时候这个会不会崩盘？那么现在有2种说法，有的人呢说，美国这个房价一直会涨下去，不会崩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概念啊，我给大家解释解释。这个概念也可以理解啊，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大 V 也在这儿说，他说这个房价会一直涨下去，原因是通货膨胀，美国通货膨胀一直在走。如果你能知道的话啊，他们的这个理论呢也很好理解。假设说100年前纽约100年前美国一个汉堡包是1毛钱，那么上期我做的节目，麦当劳的那个这个现在的一个汉堡包多少钱？100年前一个汉堡包1毛美金，那么现在汉堡包5块钱6块钱，那么你觉得它会不会再回到1毛钱呢？是吧？你等一辈子你也等不到，回不到1毛钱的汉堡包的水平。那么同样的理论呢，套在房价上。那么你等一辈子，以前房价纽约一个房子才1万美金，纽约市曼哈顿一套房1万美金。那现在你想等回一套房1万美金吗？你等一辈子也等不回去。所以这种理论呢，就说房价会一直涨。但是啊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啊，这个理论啊有一种迷惑性。它的什么迷惑性呢？因为通货膨胀是涨，那你收入也是在涨。你的收入，比如说以前一个月你在美国一个月挣10美金，100年前，那么现在你一个月可能也就一个月挣3000美金，
你觉得你的工资、你的收入会不会也能回到十美元呢？一个月10美元，你也回不去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是一种假设论啊。这种东西是一个就是假命题，我认为它是一个假命题。所以呢，当你的这种过快的涨啊，肯定不可能持续啊。美国的这种房价过快上涨肯定是不可能持续的，它达到了一个什么峰值的时候，它就会崩掉。什么峰值？我现在跟大家说啊，就是跟我的这个自身的感受和结合数据跟你们说。那么达到一个峰值，就是这房价涨的速度过快，然后它的这个很多人的收入却也达不到的时候，那么美国的房价就会崩了。它实际上就是跟股票一样，它有涨有落，尤其也有落。大家不要盲目听信啊，就是什么美国一些大 V 啊，在说这房价一直涨下去。我跟你说，美国的这些华人大 V 啊，他们是成功人士。成功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成功人是有钱人。那么他们有钱人，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啊，在西方民主国家，西方民主国家是要靠选举的，要投票的。问题现在就来了，有钱人永远是少数啊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有钱人永远是少数，所以他们主导不了投票。咱说，百万富翁有100个，这个社区里百万富翁有100个，剩下1万个全是穷人，或者是没有他们有钱。他们的观点代表他们的一个群体，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他们没法左右投票。那么在西方民主国家，问题就是，当绝大多数感觉到痛了，绝大多数的人感觉到他们无法承受了这个经济，或者他们生活觉得负担加重的时候，他们会用投票说话。这个时候，这些什么海外大 V 啊、有钱人，他们实际上是左右不了什么的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群体。好，那么咱们谈回来了，那这个转了一圈，那跟这个房价崩盘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房价崩盘呢是有一定关系的。那么美国呢，现在它就处于在这么一个情况下。美国呢，房价今年不会崩，我会告诉你，今年不会崩。然后明年我认为也不太可能会崩。但是大家记住啊，时间节点，2026年，2026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。我认为2026年房价就会崩了，美国的房价就会崩了。首先有几个指标啊，大家可以看，一个是那个美联储减息的，美联储呢从今天开始将会陆续减息，减息会带来什么呢？他们就会很多人就会开始愿意去卖房，会抛售他们的房产，抛售房产呢，意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房子拿到市面上去卖，就是它的供应量就开始增加了。需求量，大家说需求量，大家记住啊，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，2024年，美国选举年，从各项指标来看呢，特朗普都会胜，特朗普胜，他的概率是相当的大的，很多的民调都出来了，现在基本是遥遥领先，他是遥遥领先。那么特朗普上台之后，他推行政策要大波的遣返非法移民，那么美国的这个购房需求的人，实际上也会减少的。这些移民呢，可能他没有购买资格，就是他们买不起房子，但是他们会涌向租房市场。那么，租房市场涌入呢，也会对这个卖房会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么大家可以知道，当这个时候来的话，你的需求量少了，供应量又增加了，那么势必房价就会开始下跌。这个是一个指标，大家可以看。然后还有一个指标呢，
其实就是跟中国有关了。为什么美国这边会跟中国有关啊？因为美国买了很多的美国的国债，应该是现在目前仍然是最大的这个美债的持有者。那么这个和美元的通货膨胀超发货币是息息相关的啊，这个影响是很大的。而且中国的楼市实际上现在已经崩盘了。大家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中国楼市，你不要看中国网上说那个，你还在这个，大家不要看这个中国这个网上说什么啊，中国楼市没有崩啊，什么这个中国还应该再降啊，那都胡扯。实际上，中国实际上房价已经崩盘了，现在他们开始救呢。现在中国的房价在开始救，大家可以感受啊。从一个指标啊，我看那个网上卖的玩具，中国网上卖的玩具来看，我说的是正版的那些玩具，大品牌的玩具，你能看出来，一个玩具高达上千块钱，一个玩具上千块钱，那么房价以降，基本上是没有动的，而且还在降。这几年是基本上是没有涨的，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，这些北上广深大城市没有涨，实际上就是已经在降。然后中小城市呢，已经崩了，已经崩了。那么这个时间点来说，那么中国就是要开始了，美国这边呢就会往崩盘的方向开始崩。所以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如果你想买房啊，咱们不说投资业，就说自住来说的话，一个你们需要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时间，等待。等待是你们最好的武器。你们想买房，如果在美国买房的话，可以不要再着急。现在也是，很多美国人都不再买房啊，也这个成交量创了史上新低，大家都能预测到将来会发生什么。所以，让我们继续期待吧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